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米宝贝的基础指甲公开课第1季第11集。这边我们要来谈上层。这一集要讨论很多的细节，荧幕的右边看到我们的细项了。这一整期的课程呢，是假设一个全新的客户来我们这边做指甲，借由整个做指甲的流程，慢慢导入基础指甲的一个教学。前面已经上过了，哇，好多的课程。这一集要来讲上层，之后这一集收尾就要结束了。如果呢不想要漏接未来第2季、第3季更多更进阶的内容的话，订阅、按赞、小铃铛，不要漏接啦。上层凝胶的目的，上层凝胶其实它是一个指甲最后的一层凝胶，那它有很多额外的目的，它包含了要让指甲表面平整，提供无与伦比美观的外观。那另外还希望它能够提供一些额外的保护还会希望它能够提供更多的化学特性的一个保护这我们等一下都会深入来讨论。一般凝胶与上层胶的差异。我们来看一下凝胶指甲的基本结构。最下面是底层胶，底胶那是地基，再来是调整层，这是你宝贝有，别人不一定有再来是功能层，功能层基本上大家都会有，有时候是涂颜色，有时候做保护，有时候做矫正。上层胶通常大家也都会有，而是凝胶指甲最后面涂的那一层，也就是最表面的那一层。上层胶的质地特性通常都是以美观为主，以做完指甲之后要看起来非常漂亮为最优先的这个追寻。另外，上层胶它的质地比较特别，能够和其他的凝胶做一个结合。上层胶也可以跟水晶做一个结合的动作。那上层胶通常来说，照灯前会比较稀，因为呢涂胶之后呢，胶体会自然平整，让表面看起来非常的晶透亮丽。这是上层胶很特别的部分。是否有残胶需要清理？在新手接触上层胶的时候，第一个遇到的抉择就是有没有残胶。如果上层有残胶，固化之后就要清理；如果上层没有残胶，固化之后就不用清理。所以当然是免清上层比较方便。可是有一好没有两好，所以通常我们还是会建议依照上层胶的质地跟特性来做选择。其实有没有残胶是还好的事情，不管是有没有残胶，在你宝贝的习惯里面做完之后都会清胶。上层胶软硬材质的选择，上层胶呢也有偏软的，也有偏硬的。通常来说，如果你的凝胶主体做的是软式的结构的话，有时候我们就会使用硬式的上层去做一个搭配。你的凝胶主体是做硬式结构的话，那我们就会用比较软的上层去做一个搭配。通常来讲，偏硬式的上层胶是属于不可卸式的凝胶，所以它不能够泡卸甲水去卸除。但是一般坊间做艺术指甲，那颜色层都是可卸的，所以为了弥补它在材质上的缺陷，所以会用比较硬的不可卸式的上层胶去做一个结构上的一个修补去让它有更多的保护。像我们你宝贝常在做的矫正型凝胶或者是水晶指甲，人造指甲的主体是偏硬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会选用比较软的上层胶，让它像一个弹簧或像个泡棉一样，有外力来的时候把它挡下来，去避免人造指甲表面因为碰撞而产生的脆裂。上层可卸与不可卸。我们刚好提到坊间的艺术指甲通常都比较偏软，以这个可卸式凝胶为主。有一些时候呢，为了方便去做卸甲的处理，只要泡卸甲水就可以卸掉所有的凝胶指甲。有些时候会选择可卸式的上层，这是可卸式上层的好处，就是方便直接泡药水，直接把它卸掉。上层凝胶如果选择不可卸式的凝胶，那就不能够泡卸甲水来卸除，所以卸除的时候就要用手工的方式先做磨除。那么它耗费时间，而且考验技术。好处是不可卸式的上层胶常常会有一些特殊的能力适合多目的的使用。那么特殊的上层胶当然价格也比较偏贵，处理也比较麻烦。所谓有一好没两好嘛。那上层胶有哪些特殊功能呢？有一些上层胶非常强调它涂完之后的晶透亮泽感，有一些上层胶特别强调它坚硬耐撞的一个质地。有一些特别调的配方可以抗腐蚀、耐酸碱，甚至有一些可以抵抗阳光、抵抗紫外线对于颜色胶的一个破坏。上层表面质地，
亮面或雾面。亮面的上层胶，简单说就是表面呢照干之后呈现一个平滑漂亮的一个亮面，因为它表面平滑，所以它有比较好的保护力。它摸起来之后呢，跟真指甲不一样，像一块曲面的玻璃。因为质地不同，所以会提醒指甲的主人，不要去破坏指甲，好好爱惜它。加上亮面又很漂亮，所以亮面上层是上层胶使用最多的一个种类。雾面上层。雾面上层在照干之后呢，它的表面会有许多很小的孔隙，所以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没有光泽的一个雾面质地。雾面上层低调，看起来和真指甲很像，搭配了颜色的话，就会有消光的效果，就像我们荧幕左边消光粉。可它的问题是，雾面上层通常材质比较偏软，而且因为表面有很多细小的空隙，所以偶尔会染上一点点的颜色啊，这是它的小的缺点。实际涂擦示范，所有的涂胶其实都是大同小异，就是在1/3处下笔，再往后面涂。因为它是最后一层，所以它包边非常重要，一定要包到。上层胶的特性就是它会自动平整，所以如果前面做的不好，这个时候也要趁机去把不平的表面给补起来。当你补胶补得好的时候，你的作品可以看起来更完美。相关的涂胶教学，我们在第1季第6集底胶有讲过，上面的连结或者是下面的说明栏都有，点进去可以看一下。那关于补胶的教学，我们在第1季第9集功能层也有讲过，在上面的连结以及下面的说明栏里面也同样有连结，都可以点进去看一下。那么我们这边就不再重复讲解，直接切到现场去看一下 Peggy 是怎么涂上层凝胶的。最后一层的话，我们先从大拇指来示范好了，因为大拇指比较明显一点点。那我们在上最后一层的时候呢，就是把笔一样下去沾胶，沾完胶了，第一笔下在1/3处，再上去一点点都没有关系。然后我们再慢慢的往后，然后到达呢指缘的时候呢，稍微小心一点哦，不要太接近，然后再往两侧。然后记得我们把它拨开。那我现在上的这一层呢比较特别它是雾面的。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去注意呢，这边有没有包到，尤其是前端的地方，一定要确认有包到。再来就是有没有平整，有没有平整相当的重要哦要不然呢有一点点小缺陷的话呢，他们就会想要去偷它玩它。然后呢，平整了之后呢，再做一个最后的检查，看看有没有哪里有小瑕疵。看这边就有个小瑕疵。这我们就利用胶去做一个包覆的动作，让它自动的填平，把胶沾取上去，然后轻轻的刷下来，它就会达到自动填平的效果。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侧边，这边最容易被忽略了。好，一样这边侧边也没有那么的完美，稍微包下来，拨开，做个整平的动作。好，这个时候我们从这边可以看到，它就非常的完美，有个漂亮的弧度。好，这样我们就可以进去照灯了。好，那我们再示范一次哦。刚刚示范大拇指，我们这次示范食指好了，一样沾胶。好，从中间下胶，慢慢的往后，然后注意边边，然后开始也要记得包边哦，不要忘记包边哦。然后看平整度，好，在灯光下做一个确认。然后有时候会发现有些小瑕疵的地方，我们开始做一个补胶的动作，让它补到最完美的状态。慢慢的去做一个补胶，然后把它做平整。这一只的手比较有一点点瑕疵。好，确认 OK 了之后，我们就可以进去照灯。照灯固化的时间，通常来说，上层胶照灯固化的时间需要较长，我们会建议使用正常功率，然后比较长一点的时间去照射。另外呢，凝胶灯也建议选用有完整光谱比较好的凝胶灯，这样子
固化完之后才会变得更结实、更透亮、更漂亮。特别留意的事情是，照灯不能过久啊。有一些人为了让它更漂亮，想说我照超久。当你照灯过久之后，凝胶原本的弹性会失去，而变成非常非常硬的材质。过硬的材质在日后受到撞击的时候，反而容易脆裂，所以不可以照太久哦。结余人造指甲的外观，上层凝胶就是人造指甲的外观。如果今天做的是透明的凝胶指甲，客人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你的上层涂的好不好。那如果说今天做的是设计的艺术的指甲的话，那上层也是最明显的外观，亮不亮，是不是消光的也非常重要。总而言之，上层是绝对要涂的非常好的一层凝胶，前面即使有点晃神，上层也要打起精神来做到100%的完美啊！要把指甲做漂亮，当然前置要做得非常的好，底胶也要涂得好，功能层也要涂得好，修膜也要好，从头到尾都要做得好。但是最后那个步骤做得好，至少外观就漂亮，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层呢，千万不可以轻忽哦。你宝贝指甲公开课，我们前面上过了好多课程，这一集又上了上层凝胶，下一集要来讲收尾。收尾完了之后，就要结束这一季了。如果说前面有漏看的，赶快回去看第2季、第3季。不想漏接我们的，请订阅、按赞小铃铛。那么今天课程就到这边，大家拜拜。